今天我们要来聊聊一个让人又惊又疑的现象：台湾经济看起来好强，却为什么你我都感受不到？最近新闻常说，台湾的人均 GDP 已经超越日本，直追南韩，仿佛重回昔日亚洲四小龙的荣光。然而奇怪的是，多数台湾人的薪水却仿佛冻结在30年前，生活开销节节高升，年轻人更不敢生小孩。我们真的富起来了吗？还是只是数字游戏的假象？今天就让我们深入探讨这背后的真相。首先，经济数字看起来很亮眼。根据官方统计，2024年台湾平均每人国内生产毛额 GDP 约33000多美元，已经超越日本的32000多美元，直逼南韩的36000多美元。也就是说，按平均产值计算，每个台湾人理论上产出的财富比日本人还多。这消息听起来相当振奋人心，毕竟当年我们仰望的日本，如今在数字上被我们超车，而和我们竞争激烈的南韩也仅仅稍稍领先。然而，数字归数字，现实归现实， GDP 再高也不能当饭吃。老百姓真正关心的是薪水有没有增加，物价涨了多少。媒体兴奋地报道这些排名，仿佛台湾经济再创奇迹。但一般老百姓心里可能会犯嘀咕， GDP 那么高，为什么我的薪水没跟着水涨船高？说好的经济奇迹怎么没发生在我身上？在社群媒体上，当官方宣传经济亮眼数据时，底下常有人留言经济成长亚洲第一，但我只觉得我的荷包缩水最快。这些调侃正反映了广大民众的真实心声。问题就出在这里， GDP 变高，难道你的荷包就变鼓了吗？许多人都有这样的疑问，经济成长我怎么没感觉？虽然人均 GDP 直线上升，但台湾一般劳工的薪资成长却远远追不上经济增长的脚步。看看我们的薪水条就知道现实多残酷。台湾薪资已经多年停滞不前，甚至被形容在倒退30年。这并非耸人听闻，而是有迹可循的事实。回顾一下历史数据，早在1990年代，台湾社会欣欣向荣，大学毕业生起薪普遍有3万多元新台币，那时候3万元可是很不错的收入。很多6、7年级生的长辈回忆，自己年轻时初入职场拿3万、4万元薪水就能过上稳定生活。然而到了今天，许多大学生毕业起薪竟然还徘徊在3万元出头，仿佛时光静止。社会上甚至出现 22K 世代这种说法，意思是年轻人大学毕业起薪只有 22K。 在经济高度发展的21世纪，听来不可思议，但却是残酷的现实。曾有资深经理人感叹，30年前他刚踏入职场时月薪4万，当时新北市新庄区一户公寓房价约200多万。30年后，新鲜人起薪依然只有4万上下，但同样地点的房子价格已飙到2000多万，薪水几乎没涨，房价却涨了将近10倍。这样的对比，活生生体现了薪水倒退、物价暴冲的困境。其实，小明的处境并非特例，而是许多台湾年轻人的缩影。以购屋梦想为例，近年来台湾都会区的房价所得比居高不下。统计显示，台北市平均房价相当于家庭年收入的15倍以上，新北、桃园等县市也普遍超过10倍。换言之，就算夫妻俩不吃不喝存钱，可能要10几20年才能买得起一间小房子。购屋对年轻世代来说几乎成了遥不可及的梦想。可能有人会说，以上是个例，但整体数据同样让人担忧。根据主计总处资料，2013年至2023年的10年间，台湾全体就业者的薪资中位数只从3万6千元微升到4万3千元，10年仅涨7000元，涨幅不到2成。而这10年间累计的物价涨幅几乎把这点薪资成长全部吃掉。换言之，多数人薪水扣除通膨后，购买力并没有明显改善。更长期看，有统计指出，台湾平均实质薪资水准直到近年才追上2003年前后的高点，等于将近20年没有进步。事实上，从历年的变化来看，台湾劳工实质薪资在90年代末曾达到一个高峰，但2000年代初期进入全球化竞争后，一度停滞甚至下滑，到2010年代末期才又慢慢回升，接近之前的高点。也就是说，整整近20年的光阴流逝，
多数劳工辛苦工作，却只是把薪资购买力勉强拉回原位而已，中间其实还历经起伏。例如在2010年代初期，实质薪资曾一度比更早年份倒退，后来近年才缓慢回升一点点，虽不至真的回到30年前那么惨，但对许多劳工而言，等了20年，薪水实质价值几乎在原地打转，这种滋味并不好受。想想看，我们常说日本经济失落30年，可是日本人好歹在1990年前就富裕了，即便停滞30年，人均所得依然比我们高。反观台湾，经济成长停滞的这20年，本来基础就没日本那么高，结果让年轻世代的起跑点相对困难。如此说来，台湾某种程度上也经历着自己的失落20年。薪资动涨的同时，日常生活物价的涨幅却相当惊人。官方公布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显示，过去30多年台湾通膨率看似温和， CPI 从1990年的约63上升到2024年的约107，累计涨幅大约 70%。 简单来说，平均物价水平30年间上涨了 1.7 倍左右，这乍看似乎不算太夸张，年均通膨率约在 2% 以下，国际比较起来也属温和。然而这平均数字掩盖了许多民生必需品暴涨的事实，我们切身感受到的物价上涨远比 70% 要高得多。举几个最有感的例子，鸡蛋，民以食为天，鸡蛋又是最平民的优质蛋白来源，可如今买蛋让小市民直呼吃不消。回想30年前，一台金鸡蛋不到20元，单颗蛋价大约2元上下，如今一台金蛋批发价飙破30多元，单颗零售价约6到7元，一颗蛋涨到了过去的3倍。早餐店加蛋从5块钱涨到15元，荷包蛋仿佛成了奢侈配料。有人苦笑着问，鸡蛋都涨了3倍，我的薪水怎么没跟着涨3倍？这句玩笑道出了多少上班族的心声。海鲜的涨幅更加惊人，台湾四面环海，理应海产丰富，过去市场买鱼买虾是平常事，可现在鱼价虾价之高让人却步。不少主妇和餐厅业者感叹，海鲜价格几乎是以前的3、4倍。以前100元能买到的一条鱼，如今可能要300多元。同样的预算，连鱼尾巴都买不起。再看看外食族最熟悉的物价，小吃店的饭面价格。以台湾经典的小吃卤肉饭为例，一碗小碗卤肉饭从10元涨到4、50元，足足涨了4、5倍。便当从过去50元出头，变成现在随便一个排骨便当就要120、150元。面摊上的阳春面、牛肉面价钱也是一涨再涨。这些平民美食价格的翻倍，远远超过平均 CPI 的涨幅。再看看居住成本，房租近10年也是节节上扬，大城市租金动辄每年上调，在都说明一件事，你的薪水没怎么涨，但买相同东西要付出几倍的金钱。难怪大家觉得荷包越来越扁，生活越过越吃力。试问，如果你的收入没有3倍成长，却要面对日用品3倍的价格，你能不觉得苦吗？那为什么官方的通膨数字看起来没那么高？这里面有一点统计上的奥妙。 CPI 是一个综合指数，涵盖数百种商品与服务，每样权重不同，有些东西涨很多，有些涨一点，还有些可能下降，加权平均下来，通膨率也许并不惊人。例如科技产品这些年价格相对稳定，甚至下降，电脑、手机越来越便宜又好用，但你不会每天买电脑手机吧？相反地，你每天都要吃饭，一年四季要交房租、水电、买菜，这些支出几乎没有一天能省。而偏偏在 CPI 权数中，食物只占约 25%， 住宅相关含租金、水电、燃气等约 15%， 这两项加起来 40%， 可能低估了一般家庭实际支出的比重。许多中低收入家庭每月光是餐饮支出就接近收入的30%甚至更多，房租或房贷又是另一大块开销。真正生活中食住开销比官方权重高得多。统计上的平均抹平了不同品项的差异。科技产品便宜了，可以抵消部分食品涨价的影响，但对一般人而言，省下的电器钱远追不上菜钱、瓦斯费的增加。此外，政府为了稳定物价，
某些项目采取价格管制或补贴，也让 CPI 看起来较低。例如，多年来台电电价调整相对保守，油价有时由中游吸收成本不全转嫁，这些措施在 CPI 中压低了能源通膨的表现。但老百姓其实还是要在其他地方付出代价，可能是纳税钱，或者换来的是企业不愿加薪。总之，官方公布的 CPI 未必完全反映你的生活痛感，你的体感物价可能远高于 2% 这种水平，因为你感受到的是米面油盐酱醋茶样样涨，便当饮料月贵，但薪水一成不变。这种情况下，实质薪资自然一年比一年低。名义上看，平均薪资好像创新高，可是扣除掉物价，上班族真正能支配的购买力甚至比不上几年前，这才是大家无感甚至有苦的原因。薪资不涨，物价飞涨，会带来什么后果？最直接的就是国民消费能力下降，生活压力沉重。很多人每日精打细算，削减不必要的开支，能省则省。过去或许偶尔下馆子买件新衣，如今可能都得三思。而更长远的影响则体现在人口结构和未来发展上，那就是台湾的少子化危机。台湾的生育率已经常年位居全球倒数第一。这句话听起来非常刺耳，但却是事实。我们常说某项指标拿世界第一要光荣，但生育率的世界第一低却是令人忧心。根据统计，近年台湾每名育龄妇女平均一生只生约 1.1 个孩子，有年份甚至更低，略高于1的水准在全世界垫底。要知道，维持人口不减少的生育率约为 2.1， 也就是每对父母平均生2个多小孩。我们现在只有1点出头，意味着每一代人口都大幅缩水。事实上，台湾在2020年开始出现年度人口负成长，死亡人数持续超过新生儿人数，总人口已经连续下降。以2022年为例，新生婴儿仅13万9千多人，创下史上新低，比同年的死亡人数少了将近5万人。人口结构正在翻转，老人越来越多，年轻人越来越少。如果趋势不改变，几十年后台湾人口将急剧萎缩且高龄化，劳动力不足，社会负担沉重，那将是很大的危机。为什么不生？经济负担大概是头号原因。现在养育一个孩子的成本惊人，从产检、生产、奶粉、尿布、幼儿、教养到未来教育，没有哪样不需要钱。年轻世代自己就背负着房贷、车贷，照顾长辈的压力，再添一个孩子，生活开销恐怕难以为继。许多调查显示，经济负担太重和没有时间照顾是台湾年轻人不婚不生的重要理由，而这2点其实都和薪资低、工时长有关。台湾劳工平均工时在已开发国家中名列前茅，每年工时远超欧洲先进国家，工作忙碌疲惫，收入却不尽理想，导致许多年轻人对未来不确定，不愿冒险组织家庭。有人苦涩地说，先照顾好自己都难了，哪敢生小孩？不少年轻人甚至选择降低欲望的生活方式，网络流行语称为躺平。他们不奢望买房，不敢结婚生子，尽量减少物质欲求，以降低生活压力。这种无奈的自保心态反映出对前景的悲观，也让社会活力与生育意愿进一步下滑。还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夫妻俩都是一般上班族，扣掉房租房贷，基本生活开支，在台北养一个小孩，每月至少多支出2-3万元，这可能就是他们一方的全月所得了。经济现实如此残酷，难怪台湾成为全球最不爱生孩子的地方。更令人担忧的是，这个低生育率的状态已经持续超过10多年，成为一种常态。有心人士早就疾呼这是国安级问题，因为人口不振将影响国家劳动力、国防兵源以及经济市场规模。近年来，政府也开始正视此事，推出了育儿津贴等鼓励生育的政策，例如每生一个小孩每月补助几千元育儿津贴、托育公共化等措施。但坦白说，这些补贴相对庞大的养育成本只能算是杯水车薪，成效有限。当前整体经济环境不改善，年轻人的生育意愿恐怕难以大幅提高。现在我们已经看清了现象， GDP 偏偏捷报，庶民生活却苦哈哈。一边是数据上的经济强国，一边是低薪、高物价、少子的社会隐忧。那么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
经济数字与庶民感受之间为何有如此巨大的落差？这背后的原因相当复杂。我们试着抽丝剥茧，提出几项关键的结构性因素。第一，产业结构与分配不均。GDP 高并不代表全民均富。台湾人均 GDP 的提升，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少数高产值产业的出色表现，尤其是电子科技业。举世闻名的台积电半导体产业在全球占有关键地位，带来巨额产值和利润，推升了整体 GDP 数字。然而，经济成长的果实并没有均匀地分配给全民。用通俗的比喻，如果郭台铭进入一间只有10个人的咖啡厅，瞬间那间咖啡厅人均财富是亿万富翁级别，但其他9个人其实没变有钱。同样地，台湾少部分企业和人才的确创造了非常高的收入和价值，但广大的服务业、中小企业雇员薪资可能多年不动，人均数字被少数尖端分子拉高，多数人拿到的仍是原地踏步的工资。经济学上有一个指标叫劳动报酬占 GDP 比重，可以反映劳工分到多少经济成果。几十年前，台湾因为产业以制造业为主，劳动力是生产要素中的重要部分，那时期劳动报酬占 GDP 比例相对较高。然而近年来，这个比例不断下降。根据一些研究，台湾近年劳动报酬占 GDP 的比率降到约 43%， 创下历史新低。换句话说，每创造100块钱的产值，只有43块是以薪资形式发到劳工手上，其余大头都成了资本利得或企业盈余。在80-90年代的时候，这个比例可是超过一半的。资本收益提升，劳动收益下降，意味着贫富差距扩大，社会呈现出所谓的 M 型化。一端是少数高，所得者收入突飞猛进，另一端是大多数人原地踏步，甚至倒退。最新的家庭收支调查显示，台湾最高所得的 20% 家庭平均收入是最低 20% 的家庭的 6.14 倍，这个倍数还有扩大趋势，可见经济成长的红利相当不平均。为什么会这样？除了刚提到的高科技产业资本密集特性外，还有政策和全球化的影响。我们先看产业面。20世纪后期，台湾走过一段以劳力密集型制造业起飞的历史，那时期工厂林立，就业机会多，蓝领阶级也曾享受过加班领高薪的日子。但进入21世纪，台湾产业升级，制造业朝资本密集和自动化发展，机器取代人力，再加上企业大量向海外投资设厂，把低阶工作转移出去，国内劳工的议价能力大不如前，很多传产工人失去工作，只能转入服务业或非正规就业。服务业的薪资普遍偏低，供过于求的劳动市场让雇主更有恃无恐压低工资。此外，台湾的工会组织率很低，劳方缺乏谈判筹码，在许多中小企业里，老板一句不爽不要做，大把人等着来应征，就能晋升员工的不满。长期下来，劳工哪里敢要求加薪，只求保住饭碗就不错了。第二，出口导向的经济模式与政府政策。台湾经济高度依赖出口，这让我们在全球化中受益，但也付出代价。为了维持出口竞争力，政府和央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之一就是压低汇率。新台币长期被认为币值偏低，这对出口商当然是好消息，产品换成美元更便宜，外销更具竞争力。但对一般民众来说，坏消息是国际购买力下降，想买国外进口的商品比较贵，出国旅游、留学要花更多钱。同样一杯星巴克咖啡，在东京可能台币90元，在台北却要100多，因为我们的币值较弱。另外，央行大量买入美元，压低汇率，累积了雄厚的外汇存底，这些钱后来以央行盈余缴库方式充实了政府财政。表面看政府财政好转，但这其实是全民用被压低的工资和购买力在帮忙储蓄国家资本。说穿了，出口导向模式下，全民一起吃苦，成就了外销产业的亮眼。大家虽然在 GDP 数字上有功劳，但荷包并没有等比例增长。此外，为了控制成本，维持低物价，政府过去对某些民生价格进行干预，比如曾长期冻涨公共事业费率，协调厂商不要随意涨价。短期看，物价涨幅被抑制，通膨率漂漂亮亮，但副作用是企业利润受压缩，更不愿提高薪资。因为对企业来说，原物料涨了，
却不能转嫁给售价，只好从劳动成本开刀，或者缩减投资开支，形成一种经济上的压抑。长此以往，低物价伴随的往往是低薪资，两者其实是一体两面。再加上有些时候官方统计为求好看，采用对自己有利的算法，导致数字和感受脱节更严重。比如失业率看似不高，但那是因为许多人拿着低薪兼职却被当成有就业。又比如平均薪资被少数高薪者拉高，但大多数人只领微薄收入。这些数字迷思如果不被厘清，决策者可能自我感觉良好，误以为国民都过得不错，从而缺乏改革的积极性。第三，教育与人才的供需落差。台湾年轻世代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大学生满街跑，硕博士也不在少数。然而，高学历并没有带来高薪资，因为高技能、高品质的工作机会没有同步增加，结果就是学历膨胀，人才供过于求。大学生毕业只能去挤传统产业或服务业的窄门，薪资自然开不高。在知识经济时代，本应靠创新和高附加价值产业来吸纳这批高知人才，但台湾在这方面的布局不足。研发投资占 GDP 的比重虽逐年上升，但不少企业研发仍停留在代工改良层次，未能大量创造新兴高薪职缺，结果造成本该施展才华的青年不少转而从事低技能、低报酬的工作。例如高学历者开计程车、跑外送的情况并不罕见，又或者千军万马挤公职考试的大有人在，只求稳定收入。这种人力错置不但埋没了个人的专长，也让整体社会创造力受限。人才一方面过剩找不到好工作，另一方面真的顶尖人才又嫌待遇差而出走国外。近年以往硅谷、新加坡、上海的台湾年轻专业人士不在少数，他们在海外拿着数倍薪水，也带走了台湾培养多年的专业技能。这对台湾是双重损失，一来国内劳动市场竞争变态化，僧多粥少压低薪；二来部分产业反而缺乏顶尖人才，本地企业更难转型升级，于是陷入低薪人才外流、产业升级困难、再低薪的恶性循环。综合来看，台湾经济靓丽数字的背后隐藏着结构性问题。我们过去习惯用 GDP 增长率、出口额这些指标来评判经济表现，但时代在变，现在更需要关注的是经济成果如何分配，人民生活是否真正改善。GDP 再高，若大多数人的薪水没增长，那经济成长的意味就大打折扣。国民可支配所得中位数或许比人均 GDP 更能代表典型家庭的处境。我们前面提到，每人年可支配所得中位数约35万元新台币，换算月收入不到3万，和人均 GDP 折合，月收入将近8万，形成强烈对比。这说明有许多台湾人所得低于平均数甚多，拉低了中位数。对这些人而言，人均 GDP 超越日本根本毫无意义，他们更关心的是自己薪水什么时候能超越10年前。既然问题如此明确，我们并非要唱衰台湾，而是唯有正视问题才能找到出路。其实台湾仍有不少优势，我们拥有全球关键的产业链，勤奋且有素质的劳动力，高储蓄率与雄厚的民间资金等，这些都是继续进步的基石。正因为底子不差，我们更有条件，也更需要修补短板，让经济成长真正反映在庶民生活上。那么，究竟该如何改变现状呢？幸运的是，解方并非没有，但需要政府、企业与全民各方面共体时艰，勇于改变既有模式。政府方面可以考虑的措施包括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培育多元高附加价值产业，而非过度依赖少数龙头。在财政和金融政策上，更重视劳工利益，例如提供税负诱因，鼓励企业提高薪资，分享利润。事实上，有人建议过利润分享制，如果企业愿意拿出一定比例盈余给员工奖金，政府可以给予税负减免或补贴，引导企业把赚来的钱回馈劳工。参考国际经验，其实低薪问题并非台湾独有，许多国家都在想办法提高国民所得。例如南韩几年前推行了所得主导成长政策，大幅调升基本工资，并限制过长工时，希望借此提高劳工收入。日本政府则透过税制优惠鼓励企业加薪，并将非正式员工转为正职，以改善就业品质。
这些措施效果如何仍在观察，但至少代表了积极作为的方向。台湾也可以参酌他国经验，找到适合自己的解方。企业方面也应改变思维。值得庆幸的是，已有一些具有前瞻性的企业开始调整政策，例如有公司近年主动为员工加薪、提高分红，强调照顾员工就是投资公司未来。这些企业发现，当待遇提升后，员工更有向心力与生产力，公司的营运表现反而更好。这种双赢经验证明，加薪并非洪水猛兽，反而可能带来正面循环。希望这类榜样能带动更多业者跟进，逐渐改善整体劳动环境。有远见的企业主也意识到，长期低薪造成内需不振，对商家自己也未必有利。如果员工没钱消费，企业产品服务卖给谁？薪资是成本，但也代表消费能力。企业给员工加薪，员工回头可能就成为企业的顾客，形成良性循环。有远见的企业开始主动调高薪资，缩短工时来提高员工幸福感和工作效率。这样的例子如果能蔓延开来，将带动整体职场文化的改善。劳工和年轻人则可以透过提升技能、团结争取权益来自救。当然，这需要有更好的劳动法规环境来保障，否则个人力量有限。台湾年轻一代越来越懂得关注劳动权益议题，这是好现象。透过社群媒体分享资讯、串联工会组织等，新世代劳工有机会凝聚力量，向资方和政府提出诉求。当然，个人的力量有限，整体制度面的改革更关键。但观念的转变往往由基层开始，只要大家都不再甘于低薪，形成社会舆论压力，终将逼使政府和企业正视问题。总结来说，台湾经济表面风光与庶民生活辛酸之间的落差已经到了不容忽视的地步。我们在国际上看到的成就，人均 GDP 逼近4万美元，出口额创新高，股市万点长红，这些固然值得肯定，但更重要的是国民生活的品质。当大多数年轻人为薪水烦恼，为房租焦虑，对未来茫然时，宏观经济数据再亮丽，也无法掩盖微观层面的问题。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让人民过上好日子，而不是为了几个数据牌面好看。我们应该欢迎 GDP 的成长，但不能止步于此，而要进一步追求经济果实雨露均沾。当有一天，一般上班族的薪资中位数实质成长了，能轻松应付房租房贷、日常开销；当年轻人敢结婚、生小孩，不再担心养不起；当老年人不用靠孩子接济，也能安度晚年，那时我们才能说台湾经济的成功真正反映在人民福祉上。未来的路仍要靠我们自己走出，所幸问题已经浮现，只要有决心，改变永远不嫌晚。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当有人再问起台湾经济多强，我们可以自信且骄傲地回答，台湾经济很强，而且台湾人民的日子也很棒。那时的数字不仅亮眼，人民的笑容也同样灿烂，这才是我们真正追求的目标。台湾经济多强，真正的答案不仅写在统计数字里，更要体现在每个人的笑容和安居乐业之中。这个答案需要靠我们共同努力去书写。